大家好，今日係2024年嘅6月29日。今日咧睇新聞咧個心嚟一嚟啦，就發現原來炳強就死咗。呢個炳強者歐陽炳強也。歐陽炳強咧係香港10大奇案咧紙盒藏屍案裏邊嘅主人翁。咁呢50年嚟咧已經翻拍過無數嘅電影電視劇咧講紙盒藏屍嘅。咁喺坊間好多網台咧都有追查啦，包括翁靜晶啊、小醉俠啊。咁坦白講，我就唔係長期關注呢一個題目嘅人嚟嘅。咁但係我可以借今日呢個題目咧，就講下一啲研究嘅方法喎。嗱，咁因為歐陽炳強咧，佢係喺呢個嘅法庭上面一次又一次上訴失敗咗，然後咧就判咗謀殺罪成。謀殺罪成啊，喺70年代啊，當然就係要判死刑啦。咁但係後來咧，佢就係喺監獄裏邊咧就認罪，幾年嘅牢獄生涯裏邊咧，亦都係非常積極啦，進修啊，亦都咧配合呢個懲教署做好多宣傳嘅工作啊，勸導啲年輕人咧就係唔好行差踏錯。咁啊，最後咧就係因為行為良好，獲得假釋嘅，最終喺2000年代初咧就獲得假釋，然後就放咗出嚟。咁過咗10幾年自由嘅生活啦。但係咧就喺2年前咧，佢同 TVB 聯絡，喺臨死之前咧就交代咗，原來啊佢一直直至佢死前嗰刻咧都係堅信自己係無辜嘅。咁TVB 咧前日就節目就播咗出嚟啦。咁但係播咗出嚟裏邊咧就引起更多嘅一啲嘅疑問啦，就係因為咧佢同 TVB 提供咗好多文件啦，包括佢以前上訴準備嘅文件。咁呢啲都係坊間咧係冇嘅資料。而更重要嘅就係咧，佢同 TVB 講喺90年代一個匿名嘅訪問，就係 TVB 嘅英文台咧匿名訪問佢。咁佢喺匿名訪問裏邊咧，佢講咗一啲嘅説話，而呢啲説話咧聽完之後咧，有啲人就覺得喂，佢唔係無辜喎。但係佢喺直至到咧放監出嚟之後咧，佢堅信佢無辜。其實信佢無辜嘅人好多㗎，包括咧胡鴻烈大律師啦，樹仁學院嘅校監胡鴻烈大律師就當年係佢辯護律師，都堅信佢無辜㗎。咁翁靜晶又認為佢係無辜喎，甚至乎咧湯家驊亦都認為佢係無辜嘅。湯家驊曾經係有份參與過佢一啲嘅案件啦，佢都認為佢係無辜喎。咁所以咧好多人都認為無辜，但係睇完佢個訪問之後咧，英文嘅訪問啦，有啲人就覺得佢未必係無辜嘅。咁我哋咧就睇下佢個訪問裏邊有咩關鍵嘅句子係説明咗啦。咁呢個方東升嘅一個節目，咁喺訪問裏邊咧，英文台嘅主持就問佢，咁佢就答啦，佢就話 I don't really want to kill her. I don't want to kill her. 喂，我唔想殺佢，我真係唔想殺佢。所以有啲人就話喂，佢呢個匿名嘅訪問，因為當年90年代播出街嘅時候，冇人知佢就係歐陽炳強嘅，咁所以佢自己主動同 TVB 講，曾經咧就係做過呢個訪問，而 TVB 咧喺前日就終於播咗出嚟，咁但係裏邊有2個句子就話 I don't really want to kill her. I don't want to kill her. 咁首先唔好理佢文法或者係嗰個語句嘅問題啦。因為佢嘅英文係自學嘅喺監獄裏邊，但係從呢2個句子咧，似乎有啲人就得出結論，佢其實喺匿名訪問嘅時候承認咗曾經係殺佢嘅，因為佢話我唔想殺佢啊嘛，我真係唔想殺佢啊嘛，咁即係可能係一個誤殺，而咧佢就係解釋咗係一個誤殺而唔係謀殺。嗱，有啲人係咁樣理解嘅，而咧有釋囚咧曾經喺獄中裏邊咧問過歐陽炳強，點解唔將個紙盒搬去較遠處嘅地方啊？點解唔搬遠啲啊，強哥？咁然後歐陽炳強咧就話：個盒咁重點搬啊？咁嘅意思。咁所以有啲證據咧就認為，喂，佢係曾經喺監獄裏邊咧，個盒咁重點搬啊？即係話搬唔到咯，嘗試搬過搬唔到。所以有啲人咧就憑住呢個證據就認為咧歐陽炳強係承認咗殺人嘅。而家仲有第2條證據啦。第2條證據咧就係喺 TVB 90年代英文嘅訪問，佢就話 I don't want to kill her， 我唔想殺佢嘅。所以有啲人就得出佢係私底下其實係承認嘅，但係喺公開上面咧佢就係唔承認，包括佢同翁靜晶講佢唔承認啦，同胡鴻烈大律師講佢係唔承認啦，甚至乎喺死前同 TVB 講啦，佢係冇殺過人嘅。咁呢個咧就涉及一個重大嘅考證方法啦。咁我就係同大家講。評論同考證係點樣做？因為歷史學咧經常要處理類似嘅題目喎。譬如話我講過幾次嘅孫中山倫敦蒙難記啦，到底孫中山倫敦蒙難記係自頭說啊，還是係呢個嘅綁架說嘅？因為咧歷史上有2種講法，甚至乎2種講法都係孫中山自己同人講嘅。喺唔同嘅記載上邊，孫中山同唔同人曾經係講過我自頭噶，我就入去呢個大英
喺大英倫敦裏邊就同呢個嘅清朝公使館嘅人啦，就勸佢哋叛變，勸佢哋搞革命，結果就俾人綁架咗啦。呢個就係佢曾經自己同其他人講，而其他人引述翻出嚟嘅一個講法。呢個此其一啦，此其二咧，佢出嘅書《倫敦蒙難記》，或者佢師傅康德黎喺倫敦咧接受報章嘅訪問，就話佢係被綁架嘅，佢係俾人跟蹤啊，喺呢個嘅 Regent Park 度俾人跟蹤，後來咧就被綁架到入去呢個嘅倫敦大清呢個嘅公館，就係今天中國領事館嘅地方嚇。咁有唔同嘅講法嘅，歷史學家咧就係要考證翻出嚟，甚至乎我哋好熟悉嘅呂不韋到底同秦始皇係咪父親兒子嘅關係咧？司馬遷嘅記載裏邊有咩破綻咧？譬如話呂不韋令到朱姬有咗新人，你點知佢嘅新人係男定女咧？呢個此其一啦嚇。如果係女嘅，咁可能呢個投資都係化為烏有嘅；如果係男嘅，咁可能2/1機會，作為商人可能會搏嘅。咁但係技術上係咪會對方唔知道呢？對方會唔會唔懷疑呢？甚至乎朱姬自己清唔清楚佢個肚係邊個嘅呢？咁呢啲咧就係歷史學家經常要處理嘅。我又之前解釋過啦，陳橋兵變，宋太祖陳橋兵變，宋太祖陳橋兵變咧疑點重重喎。點解呢？就係呢個嘅周世宗點解突然間喺打仗嘅期間會暴斃、會死亡，然後翻去國內啦，設立咗一個年輕嘅皇帝，由年輕皇帝咧由太后去聽政。喺咁嘅情況底下咧，薛丹就入侵，薛丹同北漢入侵，然後就派咗一個中級嘅將領殿前都檢點趙匡胤就係北伐，抵抗呢個薛丹人啦。咁但係當佢哋離開咗開封城冇耐嘅時候，去到陳橋，突然間咧就兵變，黃袍加身。個黃袍係點樣嚟嘅咧？啲士兵嘩變，就要求咧呢個嘅趙匡胤要稱帝，因為佢哋稱帝咧，士兵就變成咗開國功臣啊嘛，就可以分封列土啊嘛。咁然後趙匡胤唔答應都唔得，如果唔答應趙匡胤就可能被殺，再捧趙普或者趙光義做皇帝。咁所以趙匡胤咧就接受咗啦。喺呢個情況底下，係咪可以係咁樣推理呢？係咪咁樣合理呢？因為點解有好多疑點喎？就係薛丹人點解突然間唔見咗對軍隊？如果唔係及早預謀嘅，點解薛丹人嗰個軍隊冇長驅直進呢？趙匡胤係可以咧做咗皇帝之後就馬上翻京師喎。咁呢個係咪疑點重重啊？所以咧我哋做歷史學嘅研究，其實就同呢啲奇案嘅研究咧有好多好類似嘅處境嘅。咁我咧就可以解釋一下，即係監獄裏邊呢個訪問到底係咪反映到現實，而我哋可以根據呢個句子作出乜嘢嘅判斷呢？用歷史學嘅標準去講。咁我成日強調啦，做歷史學就一分材料一分話噶嘛。咁而且咧做評論員咧，我之前引述過啦，其實商台都係咧用咗清朝呢個嘅一個山人作為一個對聯，而呢個對聯咧一首詩嚟嘅，其實係作為呢個商台嘅一個訓勉嚟嘅，就係話到口邊留幾句你從中處讓3分即係你講說話咧留幾句，唔好將個說話講得咁肯定，因為好可能你講嘅嘢係事實嘅部分，唔係事實嘅全部。呢個其一啦，其二就算有道理我哋都讓一讓唔好將個道理講到咁盡，因為隨住資料唔同，得出嚟嘅結論就會唔同嘅喎。每一個階段嘅資料都唔同嘅，譬如話70年代用科學鑑證喺呢個嘅死者身上揾到7條衣物嘅纖維，而7條嘅衣物纖維就係歐陽炳強嗰件衫裏邊嘅衣物纖維。咁第一，70年代嘅科學鑑證嘅技術係幾成熟先？呢個第一。第二，70年代嘅警察、警隊、廉政公署仲係啱啱成立嗰陣時仲係洋人主導嘅時代嚟嘅。咁喺嗰個年代嘅洋人警察，其實咧60-70年代香港嘅破案率係非常之高嘅。個原因係乜嘢啊？個原因就係因為警察咧，佢哋嘅權力好大啊嘛，佢哋可以迅速破案喎，甚至乎係全世界破案率最高嘅地方之一嚟嘅。因為佢哋嘅執法手法同埋佢哋嘅審訊偵訊嘅手法喺當時喺世界上咧都係受到好多質疑噶。咁所以呢一啲到底個可信性係幾高呢？我哋咁樣睇，一個人臨死前嘅作供呢，或者臨死前嘅自白，往往呢就係會被視為可信嘅，因為佢都人之將死啦，其言也善啦。咁所以呢個歐陽炳強2年前同 TVB 講，就係其實佢生命可能都行到接近盡頭啦。佢就話要佢死後之後先公開出嚟。咁喺呢個情況，佢仍然堅信自己係無辜嘅。咁會唔會
即係大家都可以重新諗一諗呢單案係咪咁樣呢？咁但係當然你唔能夠排除兩個可能性。第一，可能佢自己以為自己係無辜，但係實際上佢有做過因為佢自己說服咗自己啦佢係記憶上面抹去咗自己曾經做過嘅事，呢個係不能夠排除嘅。又或者係講大話咯，臨死前咧仍然咧希望死後之後人哋對佢嘅評價係有重新嘅評價，咁呢個亦都有可能嘅。不過即係個可能性係相對細啦，因為佢出咗獄之後咧係一個教徒嚟嘅教徒咧就會死後有審判嘅，咁所以如果佢生前唔能夠悔改，死後受到審判咧個機會係大喎。呢個叫終極關懷啊嘛。咁咧更重要嘅就係因為頭先講 I don't want to kill her。呢句子係嚟自90年代一個英文台嘅訪問，而呢個信息係冇人知喎，除咗歐陽炳強之外冇人知，而佢主動同 TVB 披露呢件事，而呢件事呢，佢主動，如果唔主動披露呢，我哋事後就唔會有人知道佢曾經講過 I don't want to kill her, I really don't want to kill her 嘅句子嘅，咁唔會加深個疑團啦。喺呢個情況底下，而佢主動同人哋披露，咁呢個涉及到幾個問題啦，就係90年代佢喺監獄裏邊接受英文台嘅訪問嘅時候，嗰個環境係點樣？因為咧嗰個訪問咧係講緊終身學習嘅。歐陽炳強咧坐監20幾年咧，就一直喺監獄裏邊多次考試啦、進修啦，考咗呢個嘅會計嘅文憑啦、簿記嘅文憑啦、證書啦，咁以及考會考亦都喺公開大學進修一啲嘅課程。所以咧佢係終身學習嘅訪問，而終身學習嘅訪問咧，人哋問佢點解當年會咁樣做啊？佢咪解釋 I don't want to kill her 咯。因為當時歐陽炳強係申請緊假釋噶嘛如果你冇一個足夠嘅悔意，喺假釋委員會嘅審裁咧，就好可能係唔會批准佢提前獲釋嘅，因為佢係被判終身監禁噶嘛可以係好似其他人，好似阿跛豪，好似呢個嘅葉繼歡咁樣，可能病死於獄中嘅，或者最後保外就醫啦咁但係保外就醫都係啦人道安排嚟嘅啫，就唔會好似佢而家咁有10幾20年啦個自由嘅生活嘅。咁所以呢個嘅歐陽炳強喺傳媒嘅訪問底下呢，佢必然需要表示到極有悔意噶，呢個係一個可能性嚟嘅，就唔代表呢喺 TVB 英文台披露嗰個 I don't want to kill her 啦，就等於佢係承認咗呢個嘅案件。所以呢，我哋話做歷史考證呢，就要睇佢咩語境情況底下講。孫中山佢寫《倫敦蒙難記》嘅時候，佢就話俾人綁架嘅，點解啊？就因為康德黎咧同佢哋英國嘅傳媒交代，梗係話要佢俾人綁架，佢先能夠咧造成時勢啊！因為英國係一個法治地方喎，喺倫敦喺呢個嘅天子腳下、英女王嘅腳下、維多利亞女王所管轄嘅地方，竟然咧係俾人綁架喎。咁呢個就會動用到英國嘅媒體嘅輿論，動用到蘇格蘭場嘅警力，動用到咧英國政界嗰種震撼俾大清嘅公使館綁架。咁所以呢個必然如是嘅。而孫中山翻到國內，對住自己同盟會嘅兄弟，就話自己自投嘅，自己入去勸佢哋咧叛變。咁點解孫中山要咁講啊？因為孫中山咁講嘅時候咧，就可以加重咗佢喺國內嗰種形象，加重咗佢對住同盟會兄弟嗰種形象。呢個係兩個都有可能性啊嘛。至於孫中山到底係自投還是係呢個嘅被綁架呢？歷史考證上面呢，冇辦法得出確實嘅結論喎。無數嘅歷史學家100幾年去考證，都冇辦法得出絕對嘅結論，只能夠咁講可能係相信佢被綁架嘅機會率大啲，自投嘅機會率細啲因為從好多證據咁講呢，就係一分材料一分話啦，而唔好將個説話講到咁死咁滿咁圓啊。譬如話呂不韋到底係咪秦始皇嘅生父啊？你冇做 DNA 研究嘅喎掘唔到呂不韋同埋秦始皇嘅墓出嚟，只能夠根據司馬遷筆下。而司馬遷嘅資料點樣知呢？係咪道聽途說呢？還是係根據當時坊間嘅文獻？咁呢個我哋到而家呢，只能夠做好有限嘅推論，所以你唔能夠講到好圓滿。哇！佢絕對唔係秦始皇嘅老豆，亦都絕對唔係，或者係咁咧，咁講係冇意義嘅。咁樣呢，就叫做話到口邊留幾句，但係話到口邊留幾句呢，係對現代嘅人嚟講嘅，對歷史就一分材料一分話。其實嗰個本質呢，都係殊途同歸嘅。咁所以對於歐陽炳強到底係咪殺人？咁而佢喺監獄裏將個指一搬遠啲就得啦。佢話個指一咁重點搬㗎？咁你就首先搞清楚當時嗰個監倉裏邊嘅環境係點樣係咪好認真地討論呢件事呢？還是佢根本唔想多談呢？或者個指一咁重點搬係一個一般性嘅回答，有好多可能性，或者佢真係真心
交代咗個紙盒咁重點搬啊，所以冇辦法啦。即係有好多唔同嘅可能性，而唔能夠根據文錦堂呢一個間接嘅傳聞證供去得出咧，呢個歐陽炳強咧係自己承認咗自己嘅殺人嘅罪行喎。有好多唔同嘅語境去可以處理。咁而喺70年代坊間嘅報導，或者係法庭上有好多疑點的，而且確係存在嘅喎。譬如話即係胡鴻烈大律師當時亦都解釋過啦。咁佢啲疑點，呢個嘅死者嗰啲同學咧就指證過佢，話佢喺呢個天星小輪上邊咧係曾經做一啲變態行為，係咪有咁巧合咧？嗰啲即係對佢人格有不利嘅指控嘅證人，而咁啱嗰啲證人又係同學啦，咁所以總之有無數可能性。所以呢個歐陽炳強到底是否兇手，法律上就判佢係，但係佢堅信自己唔係，而堅信咗50年，至少佢公開係咁樣堅信啦。咁有啲人就話唔係喎，佢放監時候第一日就即刻勸啲人啦，做人唔可以行差踏錯，一失足成千古恨。正如頭先所講啦，因為佢係假釋出嚟噶嘛，假釋期間仲係受到呢個嘅懲教署監管啊嘛，咁佢就必然要咁講嘅喎。咁樣講嘅時候咧，模糊地去即係作為一個宣傳，就係佢哋假釋嘅一個條件嚟噶嘛。就係要真心悔過，亦都要做一個模板，係俾啲年輕人咧唔好行差踏錯。總之有無數嘅可能性喺裏邊嘅。所以我哋咧唔知道歐陽炳強係咪真正嘅兇手，因為佢堅信自己唔係啦。一個人臨死嘅時候，去到人生嘅晚年嘅時候，佢74歲死2年前。就算佢唔係大病而死，可能2年前 COVID-19 而死啦。咁但係至少要保留呢個可能性，所以只會係死後咧，上天先有一個真正嘅審判。若然未報咧，時辰就未到嘅。如果真正信一個宗教咧，係真正嘅基督徒，當然好多人話基督徒都未必係基督徒，作奸犯科，偷呃拐騙都係基督徒噶，可以話係。咁你就都要考慮埋，如果萬一佢真係真正嘅基督徒，佢所講嘅嘢咧，又真係全心相信嘅，所以臨死前佢所表示自己係無辜咧，呢樣嘢不能排除嘅。所以我就話點解話做口邊留幾句啊嘛，因為如果你堅持指控話呢個變態嘅殺人兇手，但係如果萬一佢係無辜咧？萬一佢係無辜咧，咁你會對死者造成一個不公平啊！當年嘅16歲嘅女子對呢個嘅歐陽炳強不公平，或者對佢屋企人亦都不公平，造成傷害。評論員咧有好多評論員咧就為咗貪收視啦、流量啦或者好聽啦又好狠辣嘅，將啲説話講到圓滿嘅，將啲説話講到肯定嘅未審先判嘅，或者審咗之後咧而家歐陽炳強就審咗啦。但係仍然咧就指控佢如何，一定係無辜或者一定係有罪，呢樣嘢我都覺得係危險嘅。佢可以係好聽，但係可以係不負責任嘅。不負責任亦都可以好聽嘅，係咪啊？咁所以我哋做事咧就係話到口邊留幾句咧，呢個係積德嚟，係對人係有積口德，對自己亦都積口德，亦都積德積福。最後咧，我要澄清啦，因為咧，尋日喺直播裏邊咧35分鐘，我講錯咗，我哋用追新聞嘅報導咧就講錯咗正生書院嗰個董事袍金咧每年係千幾萬，咁我就係當時咧因為睇漏咗個電腦開得太細啦，係董事袍金及職員嘅人工係一年咧千幾萬，後來我再查證啦，就係總共有30幾名嘅員工。但係細數我哋唔知，員工嘅人工佔比例同埋董事袍金佔比例，咁所以我馬上咧，其實咧喺當時嘅直播10分鐘後咧，我就更正咗嘅，因為有網友提醒我，我即刻更正咗，然後我就剪走咗段片，剪走咗中間講錯嗰段啦，然後最終咧我就亦都查證咗係30幾人，咁因為好多傳媒咧都有公開報導過嘅，咁所以正生書院嗰個新聞咧就係咁，我就話啦，去到而家呢一刻有好多相反嘅證據。無論係正生會自己有佢哋嘅講法，還是係警方有佢哋嘅講法，去到呢一刻係未圓滿嘅，未圓滿嘅時候，有啲人咧就指控一定係正方咧打擊黃絲嘅，或者係調去外國，我就考證啦，似乎正生書院唔係黃絲嚟嘅，因為喺2019年咧有啲人咧係俾人拉咗嗰啲舊生啊。然後希望咧學校係寫求情信，學校係拒絕喎，不但拒絕喎，仲講咗一啲比較狠毒嘅説話添喎，所以佢哋唔係黃絲嚟嘅，至少唔係一面倒係黃絲啦，裏邊有唔同嘅老師、有校長、有校監、有唔同嘅政治立場啦，我相信係，所以最後就冇寫個求情信。第二咧
就係坊間咧，亦都有引述有啲個老師，譬如話裏邊有位梁寶儀老師，我認識佢嘅，我亦都佢見到佢曾經係好信任校監校長、前校監校長，最近有唔同嘅睇法，咁呢個咪要有待更多嘅資料咯。所以我就覺得，喂，話到口邊留幾句，一分材料一分話。如果萬一正生書院係無辜嘅，咁而家對佢惡意攻擊嗰啲人咧，就可能作咗口業喎。咁相反啦，喂，鄧炳強可能真係即係跟證據做事嘅啫，你就話佢係打擊黃絲，咁咧結果佢哋就唔係黃絲啦，我而家考證咗出嚟，咁呢個亦都係將説話講得太圓滿啦，就好容易翻車喎，咁所以我就覺得評論要小心謹慎，當然咁樣就唔好聽啦，可能會流失觀眾啦，日日講啊何太啊歐善儀啊係如何卑鄙如何不堪啊，咁可能就會受歡迎啦，咁我亦都明白嘅，咁但係即係我覺得評論咧，除咗流量以外啦，除咗窮得只有流量啊，仲有一個社會責任嘅、社會道德嘅，咁所以我盡量希望講嘢係盡量周全一啲，呢個就係我自己堅信嘅一分材料一分話，沒有材料不說話嘅道理啦。所以借歐陽炳強呢個新聞，我解釋咗我平時如何做歷史考證，或者如何做呢個新聞公共嘅考證咁啊，即使嗰樣嘢都水落石出㗎啦，接近佢一日未到水落石出嗰刻咧，我都仍然講好可能係咁樣，相信有機會係咁樣，而唔會將個説話講到咁衰，一定係騙子，一定係殺人兇手，一定係政治陰謀咁樣講嘢咧，我認為係作緊業嘅。Anyway， 今日就講到呢度啦。咁下個星期咧，收費平台 Patreon 有中國近代史嘅課堂，中國近代史課堂上堂咧就講咗呢個嘅共產黨成立。下一堂咧就會繼續講咧1920年代嘅政治風雲，蔣介石北伐前嘅一啲嘅政局。OK， 今日講到呢度，多謝大家支持，15蚊美元咧就可以無限重溫 VIP 會員用年費訂閱仲有 discount， 希望大家可以支持啦，知識有價，拜拜。